也正因为如此，这类电源后来被大量用于各种改装，并不是因为它好改，而是因为它本身具备被理解、被接管、被重新评估的工程属性。所以看到它被改装工程师反复研究、反复使用，其实并不意外。这不是偶然现象，而是这套模拟架构在设计阶段就已经写下的结果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今天我们要拆的不是充电器，也不是普通的电源，而是中兴 ZXD2400V4.3 通信整流模块。它的额定功率高达2400瓦，这玩意儿被民间高手玩出了新花样，把它改成0到60伏，甚至0至120伏的可调直流电源，用来给锂电储能包做大功率的快充。为什么这一台机房电源会成为改装圈的隐藏神器？它的用料到底有多猛，能让玩家愿意拿它当万用快充电源的改装神器？今天我们不做测试，纯拆解，把它的真实实力直接摊在你的面前。进入拆解之前，兄弟们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我们不做性能测试，直接动手拆？原因很简单，这类电源基本上是给机房、基站用的，它要满足长期满载、冗余并联、热拔插、极端温度等苛刻条件，设计标准远远高于民用电源。它的额定2400瓦，不会虚标，也不敢虚标。所以拆开它，我们能看到所有的结果 ：EMI、PFC、主变换、同步整流、风道设计，甚至每颗 MOS 的耐压雨量。对想把它改成可调电源的玩家来说，这些信息都是非常关键的。所以我们选择最直接的方式，把它的工程底子完整的摊开给大家看。以及卸掉所有的螺丝，把这个盖子打开了。内部需要做绝缘隔离的地方，这个是用电木做的绝缘。这就是电源内部的样子。内部的主板 PCB 用的是3层叠加的构造，这个做工和布局，我相信电子发烧友看到过后都会说哇塞。卸掉固定风扇的4颗螺丝，风扇的防护网，断开风扇的连接排线，这是原装自带的风扇啊。前面板固定螺丝也把它卸掉。断开前面板的连接排线，前面板内部也有一个同规格的风扇，打开前面板的面罩，风扇取出来，拿出固定风扇的框架，工作指示灯板，断开灵活线的固定螺丝，卸掉尾插的固定螺丝，4颗底部散热片的固定螺丝，还有几颗固定主板的固定螺丝，还有2颗输出端的固定螺丝，断开排线，底部壳体，最后一个地线螺丝，输入输出线束总成。这家伙比我们上次拆的华为大炮更加的复杂啊！我们先一层一层的把主板给它卸出来，卸掉螺丝，可以拿出这个底板。控制板和功率板之间的连接就是靠这下面一共4组排针，这个是连接在前面罩上面的。EMI 小板跟底部的主板连接也是有一个排针，硕大的2块铝制的散热片啊，就是为这些功率管进行散热。花了点时间把这些功率管上面的焊锡我全部都去除掉了。卸掉固定散热片的螺丝和螺帽，这个位置还有一个 NTC 热敏点组，用来检测温度的。拿出其中的一块散热片，固定整流桥的螺丝也把它卸掉，固定散热片的螺丝，还有一个加长的螺杆。这是另外一个散热片，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板子，然后再把它全部都拆散。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架构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。
前面我们已经说过，这不是一台普通的48伏电源，而是一整套通信级整流模块。所以在正式拆每一块电路之前，我们先站在系统的高度，把它的整体架构理一遍。从电路思路上看，这台电源走的是一条非常典型也非常保守的工程路线，把整机做成多个职责非常明确的功能层级。输入端限制浪涌，处理干扰，让后级在一个相对干净可控的环境下工作，是系统设计的第一步。随后就是能量管理层，交流被整理成稳定的高压直流母线，为后续的功率变换提供统一的基础条件。真正的主功率转换则是放在一个完全独立明确的核心模块里。在输出端，系统并没有简单的出电就完事，而是围绕着大电流、保护、检测和干扰抑制做了一整套的收尾结构。贯穿所有的这些模块之上，是一套完全基于模拟电路的控制与保护体系。它不依赖程序，不依赖算法，而是用硬件的本身完成判断、隔离和决策，把每一个关键环节牢牢地控制在电路层面。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些层级入手，按顺序把它一块一块拆开，看看这套通信级电源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把稳定堆出来的。EMI 与输入整流，在通信级电源里，这一部分决定的不是能不能工作，而是后面所有的电路能不能在一个可控稳定的环境下工作。最前端是一颗美国利特奥维斯的20安250伏陶瓷管状保险丝，它承担的是整机的1级安全保护，在极端的过流或短路情况下优先切断能量来源，这是通信设备的基本底线。利特奥维斯1927年成立，全球电路保护领域的标杆企业。接下来是 EMI 滤波结构，可以看到厦门法拉电子的依微法275伏 X2 安规电容，配合2颗大型环形共膜电感，中间再辅以 Y2 安规电容，对灵活线对地，用来抑制来自电网的共膜与插膜干扰，同时防止内部噪声反向回灌电网。法拉电子1955年成立，为中国最大的薄膜电容器制造商，在共膜滤波之后，还单独设置了一颗环形的插膜电感，进一步处理高频电流的脉动。这是通信级 EMI 常见的多级分工的做法。浪涌防护方面，使用的是日本 TDK 旗下德国艾普克斯的 S20K385 压敏电阻，用于吸收雷击、电网尖峰等顺态过压，保护后级整流与功率器件。TDK 1935年成立，被动器件国际老牌 ，Epicos 是它旗下的子品牌。整流部分采用的是台湾力正半导体的 MP3510 整流桥，规格是35安1000伏。力正半导体1998年成立，专注功率 MOSFET 及分立器件。在整流桥的前端，先有法拉电子的 X2 安规电容1微法加 0.47 微法进行插膜滤波，然后交流灵活线这里还各自并联来一颗220皮法的 Y 电容对地，用于处理整流瞬间产生的高频共膜噪声。这一细节在消费级电源中并不常见。同时，在整流桥与 PFC 大电感之间，还有一颗 0.47 微法的 X2 电容，专门用于缓解整流脉动对后级功率因素校正电路的冲击。浪涌抑制与预冲部分由爱尔兰泰科电子的 OZSS112L 继电器，泰科1941年成立，主营连接与继电产品，配合灰色的 NTC 热敏电阻以及陕西群力电工的10安250伏继电器，以及2颗5瓦75欧的水泥电阻共同完成。陕西群力电工1958年成立，是我国首个专业研发生产控制继电器的企业。这一整组的作用是在上电瞬间限制浪涌电流，待系统稳定后再切换到低损耗的直通状态。此外，在输入与控制相关的小信号路径上，还可以看到力正半导体的分立二极管 IN4007 二极管，以及100欧姆和27欧姆的射环电阻。这些器件主要承担的是辅助整流、前位、限流与状态控制，保证输入侧逻辑行为稳定可靠。这一整段 EMI 与输入整流可以看出，这台电源的设计思路非常明确，先把电网的不确定性隔离在外，把干净可控的能量交给后级。
在这台电源里，如果说功率板是出力的肌肉，那么这一块控制板就是真正做判断的中枢大脑。它的工作前提首先来自一套独立的辅助供电系统。辅助供电的核心是来自美国德州仪器的 TL3844，这是一颗经典的电流模式 PWM 控制器，常见于通信与工业设备。用途很明确，先于主功率启动，为整机控制逻辑供电。德州仪器1930年成立，长期深耕模拟与电源控制领域。在初级侧搭配的是美国安森美半导体的 MUR4100E 超快恢复二极管。安森美创立于1999年，是功率半导体巨头企业，以及美国威士半导体出品的 IRF-BF30PBF 开关管。威士半导体1962年成立，全球分立半导体和无源电子元件的领先制造商。这套组合的目标不是追求极致的效率，而是开关可靠、恢复干净、长期稳定。辅助变压器的体积不大，但一次输出3路直流电压，分别服务于不同的控制与保护电路。刺激整流部分使用了荷兰恩智浦半导体的 BYC15-600肖特基二极管进行电流整流。恩智浦半导体2006年成立，前身为1953年成立的飞利浦半导体分拆，还有一颗安森美半导体的快恢复二极管进行整流，配合日本红宝石电子的220微法25伏电解电容一颗。红宝石电子1952年成立，专注自主研发铝电解、固态及薄膜电容器等，再加上香港万裕科技的470微法25伏电解电容2颗，确保辅助电压干净稳定不抖动。万裕科技1979年成立，专注铝电解、固态电容器研发生产。当辅助供电建立之后，真正的控制中枢开始工作。这款板子并没有 MCU， 而是完全由模拟电路构成的。在隔离层面，使用的是台湾光宝科技的大量的光耦器件，包括 6N136、817C、816C 和357T。这些光耦器件不是堆料，而是分别承担状态信号、模拟反馈、关键保护与一致性要求更高的隔离通道。这套模拟电路每一个需要跨隔离边界的判断，都有自己独立的光耦通道。光宝集团成立于1975年，主营电源、光电元件。在模拟处理部分，还可以看到大量的美国德州仪器的运放比较器，其中德州仪器 OP07 负责更高精度的基准与关键阈值判断，还有德州仪器的 LM358 运放一共用了11颗，这个数量非常多啊，是电压、电流、斜坡、滤波等基础岗位的主力。德州仪器 LM293 比较器2颗，则承担过压、欠压、过流等裁判角色。这种配置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清晰，一个功能一个硬件岗位，不靠一颗芯片身兼数职。逻辑与互锁部分使用的是安森美的 MC14093B， 这是一颗带史密特触发输入的 NAND 逻辑芯片，用于完成上电时序、状态锁存、毛刺抑制和启停互锁。即便没有 MCU， 这套模拟系统同样具备清晰可靠的逻辑判断能力。此外，还能看到美国仙童半导体的 KA331 等辅助控制器件，用于电压监控或者接口相关的功能。仙童半导体1957年成立，是美国的一家半导体设计与制造企业。这里不追求功能集中，而是强调行为的可预期、失效可控。所以从这块控制板可以明确的看出，这台电源的设计取向并不是算出来的聪明，而是用模拟电路把判断、保护和隔离牢牢的锁在硬件的层面。在通信电源里 ，PFC 的目标不是跑效率，而是把输入侧变成一个稳定、安静、可长期工作的高压直流平台。这一路的主控芯片是德国英飞凌半导体的 2PC-S01， 这是一颗经典的连续电流模式 PFC 控制器，可以让输入电流形状更规矩，母线更稳定，给后面的主功率级奠定一个平台底座。英飞凌1999年成立，全球领先的功率半导体大厂。PFC 升压电感的体积非常大，这是通信电源非常直观的特征啊。电感做大意味着电流纹波更小，顺态更从容，也让后面的高压母线电容工作压力更低。PFC 开关管用的是英飞凌出品的大功率库尔莫斯系列 SPW35N60C3， 2颗并联分摊损耗，降低单管温升，提高长期可靠性，延长设备的寿命。在旁路与保护路径上，使用了安森美的 MUR460快恢复二极管2颗，用于异常工况下的旁路、前位和能量释放，避免尖峰应力直接冲击主功率器件。2颗互干机线圈用于对输入电流进行隔离采样与波形感知，这种方式在通信级 PFC 中非常常见。互感器损耗低，
抗干扰能力强。真正承担 PFC 功率整流与续流任务的是这一组高性能的整流二极管。这里使用了美国 ISS 半导体的 DS130-12A 快恢复外延二极管1颗，以及美国科瑞半导体的 CSD06060 零反向恢复二极管2颗。这3颗二极管工作在主能量通路中，它们共同的目标非常明确，尽可能的降低反向恢复带来的损耗和高频噪声，减轻开关器件和母线的应力。ISS 是1983年成立的美国功率半导体厂商，现在属于美国利特奥维斯旗下。而科瑞半导体成立于1987年，后来更名为 Wolfspeed， 在碳化硅功率器件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。高压母线储能滤波采用的是南通江海电容出品的470微法450伏高压电解电容2颗。江海电容器成立于1958年，专注于铝电解、薄膜、超级电容器生产与销售。在高压母线电容之间还布置了2组法拉电子的 0.0047 微法和 0.0022 微法薄膜电容，并配合蓝色的 390K 6色环大电阻6颗，同时完成均压、放电以及高频噪声抑制。此外，还能看到1颗互感器线圈，在电解电容的正极处用于电流采样检测，确保电源在超高功率输出时依然能够精准受控。这一套 PFC 的设计取向非常明确，不是把电压升上去就完事儿，而是把高压母线做成一个长期稳定、干净、可控的能量平台。当高压母线建立之后，真正承担功率转换任务的是这一套相宜全桥主电源。这是一种典型的通信级功率架构，强调的是对称性、可靠性和长期工作能力。主供芯片来自美国德州仪器出品，型号 UCC3895DW。这是一颗经典的相宜全桥 PWM 控制器，通过相位差来调节能量传递，核心优势在于软开关区间宽，控制行为稳定。在驱动方式上，这台电源并没有使用高度集成的驱动芯片，而是采用了离散推管结构，前端由4对 PNP 与 NPN 三极管组成的推管阵列，通过2颗隔离驱动变压器为全桥 MOSFET 提供对称、隔离、强驱动的控制信号。这种方式驱动能力强，对称性好，抗干扰能力强，非常适合大功率的通信级应用环境。主功率开关管依然是选用的德国英飞凌半导体的大功率 Quermos 系列开关管，一共用了4颗，型号为 SPW35N60CFD， 组成完整的全桥结构。在3级与驱动回路中，还能看到安森美的 MUR460 快恢复二极管2颗，以及27欧的色环功率电阻4颗，用于控制开关速度、抑制振铃，保护 MOSFET 在高速开关条件下稳定工作。驱动与前位路径中使用了乐山无线电的 N5819 二极管4颗主要作用是为驱动回路提供可靠的续流与前位路径，防止异常能量回关到控制侧。在主变压器初级与全桥开关管之间，1颗独立的串联电感是相宜全桥实现软开关的关键条件。它通过限制电流变化的速度，为 MOSFET 创造自然换向的时间窗口，让开关管在更低的应力下工作。主变压器体积非常大，初级与次级均采用的是并联引脚结构，次级的负极直接使用宽铜钛作为引出端。这种设计目的是降低接触电阻，分摊电流密度，控制温升，确保在50安电流等级长期运行时依然稳定。这一段主功率电路的设计核心只有一句话：不追求集成和极限，而是用结构和对称性换可靠性。在次级输出部分，这台电源延续了非常典型的通信级设计思路，输出不仅要有电压，更要在大电流条件下保持稳定、安静和可控。整流器件使用的是美国威视半导体出品的 VS60CP-U02 肖特基二极管2颗 TO27 封装。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低，恢复干净，非常适合48伏大电流输出。整流之后，首先就是1颗大型的滤波电感，这个体积跟 PFC 电感小不了多少，用于平滑输出电流，降低纹波。输出通段与安全隔离由台湾松川精密896系列50安的继电器完成，确保异常情况下输出能够被硬隔离。松川1974年成立，长期主营功率继电器。电流检测则是用的1颗75安50毫伏的 U 型铜片分流电阻，这种分流方式压降低，线性好，可靠性高，广泛用于通信电源的过流保护与电流控制。
在输出保护与续流路径上，使用了安森美 MUR420 快恢复二极管2颗，用于负载突变或继电器动作时，为能量提供安全释放通道，避免反冲。滤波与储能部分采用的是香港万裕电子出品的2200微法63伏电解电容3颗，配合江海电容的100微法63伏的电解电容2颗，并且在大电解电容旁边并联了法拉电子0.1微法的薄膜电容，分别承担低频、中频和高频滤波任务。一颗直流2流圈进一步抑制高频噪声，避免输出线缆成为干扰通道。在输出 EMI 收尾上，正负极之间并联0.1微法薄膜电容，正负极对地分别设置0.01微法的 Y2 安规电容各2颗，同时在各自有220匹法高频 Y 电容对地，为不同频段的共膜噪声提供明确可控的泄放路径。此外，输出端还设置了直流保险丝2颗，作为直流侧最后一道硬保护。这一整套输出结构的目标非常的清楚，让48伏50安的大电流输出在真实系统中长期稳定、安静、可预测。在拆完整台电源之后，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这类通信级电源往往不是被玩家改着玩，而是被改装工程师接管，原因并不复杂。首先是来自它整体的控制思路，这台电源采用的是完整的模拟控制架构，整机没有 MCU， 没有固件逻辑，所有的行为都由运放、比较器、逻辑门、光偶共同完成。电压怎么判断，电流怎么采样，保护点设在哪里，全部写在电路结构里，而不是藏在代码里面。这种架构带来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行为高度可预测，每一个阈值都有对应的电阻网络，每一个斜坡都有明确的时间常数，每一条保护都有独立的比较通道。系统不是算出来在干什么，而是改装工程师一眼就能看懂在干什么。第二个关键点在于控制板与功率板之间的物理隔离，所有的控制、判断、保护逻辑都被集成在一块相对干净的小板上面，而大电流、高电压、高磁场的功率部分则被完整的放在了这一块大板上面。两者之间通过光偶、驱动变压器和采样链路进行连接，这种本质上是一种接口化的设计，功率在功率板上流动，逻辑在控制板上完成，互不干扰也互不侵入。这意味着一件事，系统从结构上就允许控制逻辑被单独理解、评估和接管，而不必动到功率核心。第三个亮点是这一套系统的多环路、多岗位的设计方式。这里看不到一颗芯片包打天下的方案，而是把电压环、电流环、保护环、互锁逻辑拆成了多个独立的岗位，每一类功能都有自己专属的运放、比较器和逻辑电路。这种做法的直接结果并不是器件多而是职责清晰、边界明确、失效可控。当一个系统被拆解成足够多的独立模块，它就天然具备被重新整理和重新分配职责的空间。最后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，这套电源从设计之初就不是为封闭使用场景准备的。通信级设备的设计前提是长期运行、现场维护和工程可介入性。工程师需要知道系统在什么条件下启动，在什么条件下保护，在什么条件下恢复。因此这类电源的逻辑往往是留有解释空间的，而不是刻意封死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类电源后来被大量用于各种改装，并不是因为它好改，而是因为它本身具备被理解、被接管、被重新评估的工程属性。所以看到它被改装工程师反复研究、反复使用，其实并不意外。这不是偶然现象，而是这套模拟架构在设计阶段就已经写下的结果。测试为了了解，猜是为真相，认真测猜，客观输出。我是离火测猜，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